Hello，大家好，这里是992。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如何使用你的AMD 显卡来玩转这个 LipSync。OK， 好，那首先我们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LipSync。我们想要知道一下我们的模型那个性能到底是怎么样，对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分数到底高不高啊，或者是怎么说，到底好不好用，会不会影响到日常操作？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LipSync RE 在 GitHub 上的这个网站，就是这个 GitHub 这边上面他自己自我介绍的那个分数对比，然后你就会看到说这里它有对应的其他模型，就是可能是小的 1.5B、7B 或者 8B、14B 这样子的这些模型呢，大概它的性能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会比较好奇吧，所以我们自己部署的话呢，比如说我是用这个6750+E的话，我其实是完全可以运行7B 模型和8B 模型的。那其实我看一下对比分数之后，这1、2、3、4、5这五项对比下来的话，其实呢，我7B 的模型好像比8B 还要优秀，但是分数对比上可能是资源大小嘛，对不对？资源大小，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会用7B 的会比较稳妥一点啊。好，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理解到所谓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那个性能之后呢，那我们就是要去部署跟准备好那个环境啊，就是去下载一些软件啊。OK， 我们去上网用这个 Ollama AMD。我们去搜寻一下这个AMD。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确定一下这个作者作者是 Nightlove One。然后，如果你有登录账号，有条件登录自己的电话账号的话，不要忘记为这个作者点赞一下哦。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它的 Release 这里去下载对应的这个 Ollama 版本。因为我们可能需要用的是比较旧一些的这个版本，才能用这个 AMD 显卡来去跑千万不要去官网下载最新的版本。如果你的显卡是最新的话，并且可以使用，然后查询之后是用这个 AMD 显卡去运行那个本地运行那个大语言模型的话，那没有关系，那你就正常使用相信这个视频你也不会点进来。那在你下载完这个 Ollama Setup EXE 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点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个字我们就打开一下，在新的主页一下打开了之后呢，其实会带你来到这一个界面，相信大家都有认识到这几样东西就据你们所知的，就是我的显卡是6750+E的话，那我会用到的这个着色器是用GFX 1031。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查询你的显卡的着色代号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可以来到这个Google 这边去搜寻一下 tag， 好不好 ？OK， 如果你的这个搜寻记录出来之后有这一个的话，其实你直接点这个 GPU 的数据的话，有这个文字的话，你可以直接点进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官网，然后来到数据 GPU 数据。OK，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显卡是660XT 的话呢，就点一下660XT，就会出现你的显卡名字。如果确认对了之后呢，你就点开它，然后去找一下这个 GPU 名字。其实这个是那个芯片的名称然后你去点开这个名称之后呢，来到这里就会找到那个着色器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这个显卡的着色代号是 GFX 1032，然后回到刚刚那个界面之后呢，你就知道你要下载的版本是1032啦，就这么简单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1031，因为我是6750+E嘛，那代号就不一样了，那我就下载1031的版本。那如果你的这个 Ollama 运行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AMD 的玩 AI 的这个概念的话呢，你可能会需要下载到这个运行库或者是指令集之类的这些东西啦
那我这边会教大家如何去搜寻一下，就是你就搜寻这个 AMD HIP SDK for 这个 Windows 系统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用 Windows 系统，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可能就直接搜寻 RCM 就行了那来到这里之后，你就点击，然后去下载你的对应的版本。推荐是下载是最新版本因为支持的向下兼容的东西会变多嘛，对不对 ？OK， 好，那讲到这里呢，其实环境准备其实已经好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去运行你下载好的软件。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之后呢，我就会去运行一下刚刚我们下载好的 Ollama Setup， 我们就用那个管理员身份去运行一下 ，OK， 然后就是无脑下一步啦。安装完了之后呢，我们先解压一下着色器的那个文件，我们先解压一下，然后我们再打开多一个这个文件管理器 ，OK， 我们就打开，然后我们就找到 User，OK。用户，然后找到你的用户名字，对吧？你的电脑用户名字，来到这里呢，然后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有显示这个隐藏的文件，有显示这个隐藏的文件，有了之后呢，我们就找到这个文件夹，名叫 app data 的这个文件，双击，然后打开 local， 然后找到 program，OK， 其实可以用打字你就搜寻一下 program， 就会来到这里，就会看到有 Ollama 的这个文件夹。来到这里呢，我就双击打开 Ollama，OK，Ollama lib Ollama， 然后我们就复制粘贴这些文件夹。OK， 先复制粘贴这个文件之后呢，我们再进来找到 Roblox 这个文件，然后删除掉这个library 文件，然后把这个最新的我们的解压的这个文件呢复制粘贴到这里来。操作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这个 CMD 不管是 Git 的还是 Anaconda 的，其实都可以运行。我这边就默认使用 Windows 11的。这边我们就运行 Ollama 的文件，一个代码。去下载一下我们的模型。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这个 Ollama 的官网网站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来，如果不会的话，我就示范一下Ollama， 然后 Ollama.com， 对吧？来到这里之后呢，去扫一下这个 model， 我去选择你想要下载的模型。那我这边会用 DeepSeek 来演示了毕竟 DeepSeek 最强嘛就我们刚刚有解释过了。那我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显卡对应的版本。那如果你的显卡 GPU 的那个显存不多的话呢，要怎么去看够不够用要怎么去看够不够用呢？其实如果这里写的是 7B 或者是 8B 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是8GB 的显存，这个是7GB 的显存，这是14GB 的显存，这样子去理解。其实实际上来说，它可能会加3会加3到2的这个显存的占用。这边我们会用这个 1.5B 的这个模型来去做演示。OK， 你就复制粘贴这个代码吗？代码 OK， 然后我们就打开刚刚我们这个东西啦代码复制粘贴进来，然后我就打开一下运行。那其实它，如果你是第一次运行的话，其实它是会有一个加载一个动作，会去下载那个模型，对吧 ？OK，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了就是像右边这个样子，它会下载这个模型，然后完事之后，它就会显示一个 success， 就成功，然后就可以跟它做一个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对话。我就这边问他一下你是谁，然后就说他是什么模型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你说这个1189到1205到底有多少的这个百分比成长？那就告诉我是1.34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你在运行了之后呢，进入这个交互界面的，就是所谓的交流界面的时候，你可以按 Ctrl+D 退出，来到这个模型之外，
然后我们就搜寻一下这个欧拉玛 PS， 你就可以知道一下你的显卡到底有没有在运作。如果 OK， 我是说，如果你在这里发现到你的显卡呢，它是写着 CPU 的，就代表其实你的大语言模型你是用 CPU 跟你的显存在发力啊，跟你的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又或者你跑了之后它跑不出来啊，它出现问题啊，它出现问题，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这边就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演示给大家看。好，然后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问题再复制粘贴上来看一下。好，很好，非常的棒。这里如果你遇到跟我一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不小心下载并安装了最新的欧拉玛版本。第二种呢，就是你复制粘贴的那个文件呢，就是我们刚刚复制粘贴的这2个文件夹，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或者是它出错就是可能就是代码出错了还是怎么样。OK， 你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样去理解。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有办法放大吗？有。那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主播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有的。好，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其实我们就要去下载一下另外一个软件在 GitHub 上去下载另外一个大佬制作的一个软件。你要在这个 GitHub 上面的搜寻界面，对吧？上面这个搜寻界面我们就搜寻一下欧拉玛AMD Installer。好，搜寻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个 Brian Lee。OK，Brian Lee 一样的，我们就点进来，我们不要忘了点击给他一个星星毕竟制作这些软件程序的都不容易你可以，如果你有条件你知道怎样用 Git， 然后知道怎么用那个 Anaconda 的话，你可以用这一边的代码去运行这个软件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懒我就是说，如果你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就直接来到 Release 去下载它的 EXE 版本，这是最简单的。OK。好，我这边就演示一下，直接用最简单的方法是怎么样实现的。OK， 好，其实我这边其实有下载过一次了，那我就运行一下。我们这边点击一下欧拉玛 for AMD 这个东西，然后用这个管理员身份去运行一下这个东西。好，打开了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小窗口。那要怎么做这个小窗口呢？一样的，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的这个着色代号是什么了吗？对不对？那你就在这边选择你自己的代号，像我的话就是1031嘛，然后我就点击一下这些都可以点击的东西就都点击吧。OK， 大家这边在下载东西，然后它会解压，然后把它放到对应的文件夹，然后并且去做一下操作，然后我们就按一下文件 OK 好。它的 EXE 文件做的不太好但无所谓无所谓，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我已经复制粘贴了那个他帮我复制粘贴的那个东西了之后呢，那设置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重启一下我们的电脑，然后就把欧拉玛这个代码呢放置进去，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处理器我们就点击，然后复制粘贴一下一些问题。好，然后我们就复制，然后并且粘贴上来，然后确定，然后就会看到这个速度明显快很多。然后 OK， 这个模型好像犯傻了。OK， 那我们就不等它了，它已经抽风了。那再重启一下刚刚我们的那个欧拉玛，对吧？欧拉玛让毕竟的，再把复制问题复制粘贴一下。
他不会又抽风了吧？想太多啊，想太多，靠耶！好了，我们不要为难他了，我们不要为难我们1.5B 的这个模型了，你就问他一点正常的。好，那我们就Ctrl D 退出来，然后我们再欧拉玛，对，欧拉玛 PS，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现在是可以使用 GPU 了。OK， 可以看到我们是用 GPU 在跑，而且速度会明显快很多。好，那视频到这里呢，其实应该算是可以结束了。好，下一期预告一下，就是如何用你的欧拉玛这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啊，而不是这种很原始人的这种交互方法。OK， 那下一波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跟你开个玩笑哈。那我们下一步要去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啦哦，我们就来到自己的这个我们就来到自己的这个网站来，对吧？我们就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去上网搜寻一下 Chrome extension。OK， 我们就搜寻一下 Chrome extension。来到这里呢，我们就搜寻一下叫什么名字来的？Page Assistant， 我们就搜寻一下 Page Assistant 6，OK， 本地模型 UI， 对吧？就下载它 ，OK， 下载安装了之后呢，你就来这个拓展，对吧？拓展，然后你就锁它一下 ，OK， 就点它一下，就会打开到这个界面。那我们就点击这个上面这个齿轮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在一般设置这里。去设置一下那个语言，然后我们来到 RAG 设置 ，OK，RAG 设置，来到这里呢，其实你要确保你的欧拉玛在后台是已经运行了的 ，OK， 你要在你的后台确认一下欧拉玛是运行的，就是这个小图标啦，哦，它有运行，在这里才会搜寻得到。如果你退出了，你在这边就找不到了，哦，它就不会在这里出现。那我们就选择对应的模型，你觉得1.5B 的不错，那你就来到 1.5B 这里，那我们就点击一下新聊天，那我们就在上面这边确认一下这个模型，选择了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Who are you？ 好，那它这个其实是调用啦，哦，属于一个调用的方法啦。哦，这边我再用另外一个就是7B 模型的这个去问一下这个问题。好，你可以看到我的显存很明显占用的突然变高了，那它就会做一下思考，然后就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抽一些比较好玩的问题去问一下 AI 嘛。我们就问一下比较刁端的问题，可以这么形容吧。其实可以看到我的显存它占用大概7B 左右7GB 左右。其实也会占用一些内存呐。刚刚在前面有说错。思考时间你看它会有一些影响，会本地模型你运行的时候，它可能思考上面带答案，思考完了之后答案又不太对，这样它会有这样的问题。OK。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他的思考的答案，然后再思考一下这边，看一下是不是有你要的对应的这些东西吧。好，那我们已经设置好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也了解了要怎么样去让你的模型有一个好看的界面，对吧？好，那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相信你看到这里应该是受益匪浅吧。好，下一期可能会用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这个模型，或者是应该不是模型吧，就是用一个比较专业的 Web UI 来去做一下这个设置呀，或者是让你的模型更智能一点，或者是让这个界面呢，这个 Web UI 更加有更多的互动能力比如说上传我们自己的这一个
料啊，或者是 Markdown 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后期会教啊。下一期视频可能就会预告一下，去做一下这些东西吧，可能就用另外一个 Web UI 去做一个更专业的这个使用吧。哦，相信这一期视频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还不给我点赞吗？还不给我关注吗？好，那其实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大家其实已经知道怎么去部署欧拉玛呀。尤其是欧拉玛给你的 AMD 显卡，对吧？要不然 AMD 显卡只能玩游戏，有点太轻松了啦。哦，我们就让我们的 AMD 显卡找点事情做嘛，对不对？哦，我们就让我们的 AMD 显卡有一点事情做，要不然这太单调了，这只是打游戏，太没有功能性了，对吧？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解决遇到 AMD 显卡不能走的这个问题了，还有什么吗？你也知道怎么样去部署一个 Web UI， 对吧？让你的模型有一个好看的 Web UI， 对吧？那其实视频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视频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992，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还有不要忘记给我关注，给我点赞。